今天我们要谈论一个震撼科学界的发现，南极洲那尘封数亿年的秘密竟然在最近被揭开了，无数科学家因此感到不安和恐惧。到底是什么样的秘密能让一向冷静理性的科学家们都心生恐慌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人迹罕至的冰封大陆，深入探讨隐藏在南极洲的惊人秘密，以及它对全人类的意义。南极洲被厚达数千公尺的冰层覆盖，面积与整个欧洲相当。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片白色荒原都如同地球上的禁区。我们对南极的了解比对月球甚至火星的表面还要少。长久以来，它静静地伫立在地球的南端，将无数秘密封存在冰下，仿佛一座巨大的天然保险库。然而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气候的变迁，南极洲开始慢慢吐露它的秘密，而这些秘密有的让人惊叹不已，有的则让科学家夜不能寐。首先，要理解南极洲隐藏的秘密，我们必须回顾这片大陆漫长的地质史。今天天寒地冻、冰封万里的南极洲，其实并非一直如此荒凉。在遥远的古生代，约5亿年前，南极洲曾是盘古大陆的组成部分。那时，它的位置并不在地球最南端，而是与今日的非洲、南美、澳洲、印度等陆块相连。在那个年代，气候和今天截然不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5亿年前的南极可能绿意盎然，高山耸立，河流蜿蜒，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科学家早已在南极发现古老的岩石和化石，证明这片土地曾经温暖湿润，孕育过繁盛的生命。随着时光推移，大陆漂移改变了南极洲的命运。约在1亿8千万年前，板块运动使得原本相连的冈瓦纳大陆开始分裂，陆块逐渐远离南极洲，一点点向地球南端挪移。到了约3400万年前，南极洲与其他大陆彻底分离，周围形成了环南极洋流，将它与外界海洋隔绝开来。这一地质事件带来了戏剧性的气候反转，南极洲从温暖走向寒冷，广袤森林被冰雪取代，大陆迅速冰封。可以说，3000多万年前的这场巨变，好似地球启动了一个巨型冷冻舱，将整个南极的过去，连同其上的生态系统一同封存起来。从此之后，南极洲成为一片冰白大地，所有古老的山川河谷、森林生命都被压在了庞大的冰盖之下，再也不见天日。然而，大自然的这场冷冻实验，无意中为我们今天的人类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机会，一个探索远古地球的窗口。想象一下，假如能揭开南极冰盖，下面极可能保存着3400万年前甚至更古老年代的原始景观，就如同打开了一个时光胶囊。最近，科学家们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利用卫星遥感和先进的冰下雷达，在南极东部的威尔克斯地区发现了一片巨大的隐藏地形。那是一幅让人瞠目结舌的远古地貌，广阔的高地块体隆起，其间纵横交错着深邃的峡谷，最大的一些峡谷宽达40公里，深近1200公尺。如此巨大的山谷和山脉，显示这里在被冰封之前，极可能有河流流淌，甚至可能覆盖着浓密的森林。更令人惊奇的是，由于覆盖在上方的冰层极其寒冷稳定，几乎没有移动和侵蚀，这片远古地形居然历经数千万年，依然保持着接近完美的原始状态。换句话说，南极冰下的这块失落世界，宛如凝固在时间中的一幅画卷，让我们有机会一瞥3000多万年前地球的模样。带领此项研究的地质学家形容说，这一发现就像打开了一个时光胶囊。对科研人员而言，能在地球上找到如此完好保存的古老地貌，无异于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完封的古墓。这个消息一经公布，立刻轰动了科学界，专家们不仅兴奋，甚至有些惶恐。试想，当我们真正钻探进入这片埋藏地下的远古谷地时，会发现什么呢？那将是3000万年前的一把泥土，一片树叶，还是某种已经灭绝的微小生物残骸？也许哪怕是一撮土壤，都可能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信息。研究人员计划深入钻冰，提取冰下沉积物和可能残存的有机物。如果成功，我们将亲手触摸到上一次南极洲温暖时期的环境证据，了解当时的气候、生态，甚至找到古代生命遗迹。
这不仅能解开南极洲自身的演化之谜，更可以让我们窥见地球在温室气候条件下的运转方式。对比今日的气候变化，远古南极的信息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宝贵的预警。然而，正是因为可能揭示气候巨变的秘密，许多科学家也感到一丝不安。毕竟3400万年前的那场巨变将南极从乐园变为冰窖，而我们如今人类活动带来的全球变暖，会不会正把南极重新推回当年的温室状态？如果冰盖解冻，那沉睡数千万年的远古生态将重见天日，人类世界又将受到怎样的冲击？提到南极远古时期的温暖景象，还有一项更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值得我们关注。科学家在西南极靠近松岛湾的海底钻探中，居然找到了约9000万年前白垩纪时期的森林遗迹。9000万年前正值恐龙横行的中生代，谁能想到在接近南极点的地方曾经存在郁郁葱葱的温带雨林。研究团队在海底沉积物新样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化石根系、花粉和孢子，甚至连木质部的细胞结构都清晰可见。这些证据表明，在距今约9000万年的白垩纪中期，南极大陆的某些地区被茂密的沼泽雨林所覆盖，气候温暖得令人难以置信。科学家推算，当时该地年平均气温约12摄氏度，夏季均温接近20摄氏度。要知道，如今那里可是全年冰封，气温常在零下。而更让人瞠目的是，白垩纪南极存在雨林，意味着每年有4个月南极长夜，即便连续数月没有阳光照射，森林依然存活繁盛。这说明当时的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和温室效应程度远超之前的认知。为了维持这样的温暖气候，科学家估计当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可能高达1200到1600 ppm， 比我们之前以为的白垩纪浓度还高，也远高于今天。白垩纪被认为是过去1亿4千万年中最温暖的时期，而南极雨林的发现印证了这一点，同时也向我们揭示，如果温室气体浓度达到如此水平，地球极地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这个发现让科学家既惊喜又忧心。惊喜的是，南极雨林证明了地球气候的极端可塑性，在恐龙时代，南极竟可成为类似纽西兰或温带森林的环境。而忧心的是，眼下我们正以惊人的速度向着高碳浓度的未来迈进。如果人类不加节制地排放温室气体，未来几个世纪内，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或许会接近白垩纪的水平。那么南极冰盖会否大面积溶解？南极会否重新披上森林的绿衣？有科学家打了个比方，白垩纪南极的秘密就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地球曾经到达过的暖室极限，而这很可能也是我们的未来正在走向的方向。这种未卜的前景不能不让人感到心惊。如果真到了那一步，今日人类文明赖以存在的沿海城市将面临灭顶之灾，全球的生态格局也将巨变。难怪一些气候学家坦言，当他们在实验室看到那来自南极的古老泥土样本长满孢子和花粉时，内心既激动又害怕，仿佛透过时空看见了一个我们绝不希望亲历的世界。南极洲的秘密远不止远古气候这么简单，在那厚厚的冰层之下，还隐藏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巨大地质结构。例如，早在1958年，苏联的极地科学远征队就在东南极冰盖下以地震波探测的方式意外发现了一座庞大的隐秘山脉。这座山脉后来被命名为甘布尔塞夫山脉，它完全被冰覆盖，绵延超过1200公里，最高峰高度接近9000英尺，约2700公尺。令人困惑的是，甘布尔塞夫山脉处在板块内部，远离造山带，本应该在漫长岁月中被侵蚀殆尽才对。毕竟高山在数亿年的风化中通常难逃夷平的命运。然而，这座神秘的山脉却保存得如此完好，好像时间在它身上放慢了脚步。如今，科学家终于明白，原来保护它的正是南极的冰盖冰壳，就像盔甲一样盖在山脉上，阻挡了风雨侵蚀，让其雄伟地势从寒武纪一路矗立至今。近年的研究利用先进的地质测年技术对山脉的物质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甘布尔塞夫山脉的初始隆升可以追溯到约6亿5千万年前，并在5亿8千万年前达到巅峰高度，随后经历漫长的构造稳定期。换句话说，这座隐形于冰下的山系
竟比绝大多数现代陆地生命的历史还悠久。想想看，在5亿年前，我们的地球上生命还局限在海洋中挣扎求存，而南极的这片山脉已经高耸入云。在人类出现前的漫长时光里，它一直静静沉睡在极地，见证了大陆拼合与分离的沧海桑田。甘布尔塞夫山脉的由来其实是一个地质奇观。科学家推测，大约6亿多年前，几块大陆板块在东南极汇聚碰撞，关闭了一片古老的海洋。强大的板块挤压使地壳隆起，形成了这条山脉。最初它的崛起规模或许不亚于今日的喜马拉雅山系。高耸的山体随后因自身重量逐渐向周围扩展下沉，形成所谓重力伸展。但不管如何，这些山峰留下了一个深埋在地壳中的坚硬根基。后来的大半亿年，冰雪主宰南极，侵蚀作用极弱，使这些古老山峦并未被磨平，而是宛如被按下保存键一般。直到最近，人们动用精密的雷达和地震成像，才能隔着数公里冰层描绘出它们的轮廓。如今，经由尖端技术的协助，这个隐形山脉的身世和结构逐渐明朗。我们不仅惊叹于自然的鬼斧神工，更惊叹于地球的记忆力竟能在冰下保存一座超过5亿年历史的巨大山脉，让今天的人类有机会一窥远古造山运动的秘密。每当谈及甘布尔塞夫山脉，科学家们总是不禁发问，南极冰下还会藏有多少这样的惊喜？一座山脉已经如此令人难以置信，那么是否还有未知的峡谷、盆地，甚至火山？事实上，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更令人震撼。21世纪以来的探索接连发现，南极冰下的地形之复杂超乎我们的想象。就在2017年，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团队宣布，在西南极冰盖下确认了多达91座火山的存在，加上过去已知的火山，南极洲隐藏的火山总数可能达到138座。这样的数量令南极一下子成了地球上最大的火山省之一。更惊人的是，其中一些隐伏火山的规模相当可观，最高的有3900多公尺，相当于阿尔卑斯山系中著名的艾格峰的高度。想象一下，在2公里厚的冰层之下，矗立着一整片沉睡的火山群，其中不乏巨人的身影，而我们直到最近才察觉到它们的存在。火山向来给人一种毁灭与威胁的印象，那么埋藏在冰底的火山群是否会喷发呢？科学家经过分析认为，多数冰下火山是史前遗迹，短期内未必活动。然而，沉睡并不等于死亡。事实上，南极并非全然平静。目前南极洲已知的活火山就包括罗斯岛上的埃里伯斯火山，那是一座顶部拥有常年熔岩湖的壮观火山，至今仍时有喷发。我们不得不问，若冰盖下那些火山再度苏醒，会发生什么？在2013年，一项刊登于《自然地质学》期刊的研究首次报道了在西南极冰下探测到火山活动的直接证据。科学家在马利伯德地的冰原下安装地震仪时，意外观测到来自地底深处的火山震动讯号，经判断，那是一座隐伏冰下的活火山在岩浆运动时引发的地震。这是人类首次确认冰盖下存在尚未露头的活火山。研究负责人直言，该火山不是会不会喷发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喷发。一旦喷发，火山将在冰盖下释放大量热量，融化上方冰层，形成巨量的冰下融水。这些融水就像润滑剂，可能会加速冰川流动，把更多冰推向大海，引发海平面上升。虽然单个火山喷发未必会让南极冰盖崩解，但累积的影响不可小觑。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气候变暖，冰盖减薄，地壳压力改变，这或许会增加火山活动频率，冰盖融化可能唤醒更多沉睡的火山。对此，科学界也存在讨论。一些学者担心南极冰的消退会引发连锁反应，使火山喷发和冰融加速交织，成为未来的定时炸弹。可以说，在南极冰下火山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许多未知，但它无疑是冰盖下最具破坏潜力的秘密之一。除了山脉和火山，南极冰下的地形还有另一项关键秘密，那就是隐藏的峡谷和海底通道。最近科学家绘制出一幅前所未有的高解析度南极海床地形图，
结果发现南极大陆架下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巨大海底峡谷，数量竟然超过330条，其中许多峡谷深达4000公尺以上，相当于从海平面一直延伸到深海的垂直通道。这些隐秘的海底峡谷不是杂乱无章的裂缝，而是连接南极洲大陆架与外海深处的海洋高速公路。它们之所以重要，在于其对海洋环流和冰盖融化的影响。科学家一直试图了解，为何某些地区的暖海水特别容易侵入南极冰架底部，导致冰川加速消融。而最新发现显示，正是这些未曾汇入旧地图的深峡谷，为暖水开辟了路径。想象一下，冰冷高密度的盐水在南极大陆架上形成后，会顺着峡谷倾泻而下，流入深海。反之，深海中较温暖的水也能顺着同样的峡谷爬升上陆架。这就像一套隐蔽的水下管道系统，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把热量一路送到冰川脚下。过去的气候模型往往简化地将南极附近海底视作平坦，难免低估了暖流上涌的能力。现在有了这张新绘制的峡谷地图，科学家终于意识到，我们之前对冰盖融化速度的估计可能过于乐观，特别是西南极地区，那里的峡谷笔直陡峭，意味着深海暖流可以毫无阻碍地直达冰架底部。相较之下，东南极的峡谷广阔曲折，说明该地区的冰盖在地形庇护下相对稳定。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目前西南极的冰损失速度远高于东南极。原来冰下地形早已决定了两者的命运差异。这项关于海底峡谷的发现让科学家们有种如梦初醒的感觉。一位研究人员坦言，这幅南极海床地形图几乎改写了我们对南极海洋动力的认识。有了真实的地形数据，电脑模型现在可以更准确地模拟暖流如何侵蚀冰架、冰水如何排入大洋等过程。初步结果显示，一旦将峡谷网络纳入考量，未来几十年至几百年的海平面上升预测值可能需要上调。简单来说，冰可能融得更快，海可能长得更高。一些科学家对此深感忧虑，甚至使用了重大隐患来形容这些峡谷的影响。因为当前全球多个主要城市都坐落在沿海低洼地区，如果南极冰盖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崩解，我们很可能措手不及。要知道，南极冰盖锁住了地球上约70%的淡水，如果完全融化，海平面将上升近60公尺，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即便只是一小部分坍塌，例如西南极冰盖的解体，也足以造成数公尺的海平面上升，永久淹没无数沿海社区。而现在峡谷地形揭示了冰下潜藏的脆弱机制，这让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几乎陷入恐慌。我们是不是低估了南极的危险？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防范？这项研究发布后，全球多个气候模型团队连夜开始重新调整计算，务求更精准地评估南极对未来的威胁。因为这不仅仅是科学问题，更关系到各国政府如何制定长远的防洪、防灾策略。在这个意义上，南极冰下峡谷的地图不仅仅是张地图，更像是一份紧急通知书，提醒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探讨了那么多地质和气候层面的秘密，我们再将目光转向生命的领域。南极洲虽然如今荒芜冰封，但在它的冰盖和冰川之下，其实蕴藏着一个隐秘而独特的水世界。科学家们经过长期研究发现，厚厚的冰层下并非全是坚硬的基岩，还遍布着数百个大小不一的隐藏湖泊和河流。这些被冰封住的水体统称为亚冰下湖和亚冰下河，其中规模最大的湖泊之一就是位于东南极的沃斯托克湖。沃斯托克湖长约250公里，宽50公里，面积接近一个台湾中部县市大小，湖面被约4000公尺的冰层覆盖着。根据推算，它与外界隔绝的时间长达1500万年之久。试想，一个与世隔绝1000万年的巨大湖泊里头会是怎样的世界？为了一探究竟，俄罗斯科学家在21世纪初开始钻探沃斯托克冰盖，于2012年前后成功取得了一些湖水样本。虽然过程充满技术难题和对污染的担忧，但他们宣称在样本中找到一些前所未见的细菌 DNA 序列，可能属于未知的生命形态。尽管其他学者对此结果持保留态度，沃斯托克湖依然让人浮想联翩。也许在那黑暗孤立的水体中，
真有一套独特进化出的微生物生态系统，甚至有更高等的多细胞生物存在。然而，由于环境极难抵达并保持无菌，沃斯托克湖的谜团至今大多仍未解开，仿佛大自然存心要留下一点想象空间给我们。相比之下，2013年美国主导钻探的威兰斯湖就成功得多。威兰斯湖位于西南极冰下约800公尺，科学家们以捷径钻探技术穿冰而下，取得了湖水和沉积物样本。结果在显微镜下出现了一片沸腾的生命景象，每毫升湖水中竟然含有将近10万个细菌细胞。这些微生物在与世隔绝的黑暗湖泊中，以分解岩石、矿物和湖底有机物为生，组成一个独立于阳光之外的生态系统。这是人类首次直接证实南极冰下湖泊中存在繁盛的生命。不仅如此，研究人员还在威兰斯湖的淤泥中发现了一些极微小的甲壳动物残骸，暗示过去曾有更大的生物进入湖中。有了这个激励，人们更坚信南极冰下的水世界绝非死寂一片，而是暗藏生机。真正令人瞠目结舌的发现发生在2022年。那年，纽西兰的一支科学队在罗斯冰架一处可疑的冰下河流上钻孔，原本只是为了研究该河流对冰架融化的影响。然而当摄影机探头穿过500公尺厚的冰层，深入那幽暗的水域时，科学家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镜头前不是死一般的沉寂，而是一群群活泼游动的小生物，成千上万只类似小虾的甲壳动物的身影在灯光下乱舞。研究人员起初还以为是不是仪器故障，直到镜头对焦清晰，那一只只5毫米长的小东西栩栩如生地扑面而来。这一幕让在场科学家兴奋地跳了起来，他们从未料到在距大洋边缘数百公里、被厚冰覆盖的淡水河口下会发现如此繁荣的生态。大量游动的甲壳小生物意味着此处生态系统相当健全，极可能有完整的食物网支持着它们。也就是说，在永远没有阳光照射的冰下黑暗河流里，存在着某种自给自足的生命循环。后续调查显示，这条冰下河连通着内陆的隐藏湖泊和海洋，可能携带了营养物质，滋养了这个被冰封住的生物群落。科学家将器材留在河中长期监测，并收集了水样带回实验室分析，希望了解这些小生物以什么为食，如何在如此特殊的环境中生存繁衍。这个隐藏世界的发现不仅让人惊喜，更在我们心中引发无限好奇。在南极冰盖下还藏着多少我们未曾谋面的生命形式？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虾米大小的甲壳类，那么会不会有鱼类甚至更大型的生物在某些更大的亚冰湖中游弋？毕竟我们对南极冰下海洋的了解才刚开始。正如一位科学家所说，进入这条冰下河就像踏进一个隐藏世界的第一步。南极或许并不像表面看来那样生机全无，只是它将生命的喧嚣藏在了冰的帘幕后头。南极冰下生态的种种发现，令科幻小说中的情节仿佛成为现实。我们仿佛找到了地球上的深海异星。然而，这些秘密浮出水面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潜在的阴影，那就是远古微生物可能对现代世界的影响。我们知道，南极的冰和永冻土中往往藏着大量上古时期的细菌、病毒、孢子等微生物。一旦冰封环境被打破，这些沉睡的微生物可能会重新复苏。听起来有点像恐怖电影的桥段，实际上科学界对此已有所警惕。举例而言，科学家曾在南极干谷的深层冰河中分离出存活了800万年的细菌，也在西伯利亚永久冻土中复活过3万年前的巨型病毒。尽管目前发现的多数古老微生物对人类无害，毕竟它们主要感染远古环境中的动植物或原生生物，但没人敢打包票未来不会出现意外。2016年，北极圈的永冻土融化后，曾释放出炭疽杆菌，导致西伯利亚一个村庄多人感染，就是一个警示。有研究指出，全球暖化可能解冻各极地区长埋的病原体。我们不禁要问，南极冰盖溶解时，会不会也释放出某些尘封远古的细菌病毒？科学家虽不至于夸大这种风险，但也承认这是气候变迁的一个潜在风险点。当然，南极地区人迹罕至，
一旦有什么不寻常的病源冒出，也许未必能直接威胁人类社会，但大自然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后果有时难以预料。正因如此，对于那些计划钻研南极冰下生态的科研项目，国际上一直强调生物安全和防污染措施，避免带入外来生物，也避免放出未知微生物。在探索知识的同时，人类也必须小心，别让潜伏数万年甚至数百万年的小东西跑出来兴风作浪。毕竟我们对它们所知甚少，免得重演科幻故事中解冻远古瘟疫的悲剧。纵观我们所探讨的南极秘密，从远古雨林到冰下山脉，从隐藏峡谷到黑暗生物世界，每一样都令人叹为观止。同时，它们带给科学界乃至全人类的冲击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这些发现极大丰富了我们对地球历史和运行机制的认知。南极洲不再只是地图上一片空白的冰原，而是成为解读地球过去与未来的关键章节。另一方面，某些秘密的揭示却也仿佛警钟般敲响在人类耳畔。当科学家们打开南极的潘朵拉之盒时，里面飞出的不仅有知识的惊喜，还有可能是对现实的警示。例如，白垩纪雨林的故事告诉我们气候可以暖到何等程度，冰下峡谷的地图提醒我们海平面上升的危机或许比想象中更近，火山与微生物的存在启示我们在改变地球环境时要慎之又慎，否则将面临不可控的后果。或许有人会问，我们能否就此关上那个潘朵拉之盒，不去打扰南极的沉眠？然而事实是，人类的影响已经无远弗届，南极冰盖正在因气候变暖而融化，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直面它的改变并设法应对。与其说科学家恐慌，不如说他们是深感责任重大。在震惊于发现的同时，他们更意识到需要加倍努力去深入研究南极的一切，从而更好地预测未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家园。现在，各国的南极研究计划都在加速进行，冰川学家、海洋学家、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们联手合作，试图拼凑出南极这幅复杂拼图的全貌。因为只有了解南极，我们才能了解整个地球系统。最后，让我们回到这影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南极洲隐藏数亿年的秘密是什么，竟令科学家恐惧？答案或许不是单一的某件东西，而是一系列颠覆认知的真相，以及由此衍生的对未来的忧思。那些秘密告诉我们，南极并非遥远无关的冰冷荒原，而是与人类命运紧紧相系。南极的过去可能就是人类未来的写照，南极的变化终将传导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我们恐惧的其实是大自然的威力和无常。当冰盖垮塌，海平面上涨，当远古病原苏醒，整个生态重组，现代文明能否安然度过？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惊喜也好，警示也罢，南极正在开口讲述它的故事，而我们需要带着谦卑与敬畏去倾听，去学习。毕竟，在地球这个巨大舞台上，人类只是晚近登场的角色，而南极和其中隐藏的秘密早已演出了数亿年的剧码。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这场关乎全人类的探险中，既当勇敢的探索者，也当谨慎的守护者。南极的秘密已然揭开了一角，接下来等待我们的，也许是更多的未知与挑战。我们准备好了吗？